我们封家的确是看重你的价值，但那些拉拢你的人，谁又不是看重你的价值？至少我们封家足够坦率，给的价码足够高。高吗？我是我父亲最看重的女儿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还是未来天下集团的继承人。你觉得这样的我配不上你吗？配！为了我这样一个人，封会长居然把自己的宝贝女儿作为价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封小姐，你在封会长眼中价值真的高吗？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不就是弃铁原流吗？我都跟你们说了，我是真的不会啊，可你们就是不信啊。看来封会长这次是下定决心要拿你拼一次了，爱拼才会赢，这个道理我懂了。但万一输了呢？封会长作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，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。我很好奇他是怎么说服你的，他是不是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？啊，被我猜中了。封会长如果真的对你好的话，不会让你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交往的。封小姐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你在封会长眼中也只是一个可以交易的砝码，可能价格还没有我高呢。封会长为了收买我，把自己心爱宝贝女儿拿出来，他为了收买你呢，是不是只跟你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？你才几斤几两，还敢跟我比？我的价值我自己说了算。站出来！我好话歹话都已经给你说尽了，今天你留也得留，不留也得留。小姐，大楼里闯进了一个奇怪的女人，谁都拦不住，马上要闯到会长办公室了。张楚岚，站住！那个，你们天下会太热情了，我有点受不了，我先走了啊。什么情况？你隔这么远怎么打的我？空间转移？没错，这就是我的异能。今天你要不打倒我，就别想走出天下会。封小姐，别逼我出手啊！来啊！我不会再回来了！啊！你刚刚说什么？张楚岚在哪？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太恐怖了，我不打了。怎么样了？被搞定了吗？他们两位胫骨有点移位，搬动的时候要注意。瑶瑶，你没有事吧？我马上过来。贾大师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出了点急事儿。贾大师稍坐便客。有人捣乱吗？是全兴的高手。据说是哪儿都通的人，姓冯。冯会长，既然我决定加入天下会，这点小事我来代劳。张楚岚在哪？张楚岚在哪？张楚岚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你晓得张楚岚在哪不？真没意思，原本还以为是个啥大人物，没想到对付你这样的小丫头片子，真不值得我亲自动手。一个个都不告诉我张楚岚在哪，我有点烦你们了。牢骚归牢骚，但毕竟是我的工作嘛，好吧。
那就是西北的贾正瑜吗？到底是会长挖的人，水平确实不一样。一个人就压制住了那个丫头，确实厉害。这把手明明没碍事，两个身体都麻木了。小丫头，我这本柳账的滋味不错吧？之气，奥妙就在于它包裹在手掌里气，像水流一样的气形成的冲击，也会像水流一样渗透体表，直接冲击体液和内脏，即使是铜墙铁壁也无法防御。怎么样，小丫头？等等，你先不要跟我说话，脑叶都翻腾了。好了。不是，你这是啥过法？也太结实了吧！没办法立即致死，这就是本柳账唯一的缺点了。这种暗器就是你的后手吗？暗器？这可不是啥暗器，小丫头，这是捉龙坠。不对，这不是一念超王。一念超王做不出这么精密刁钻的攻击，这家伙会御武。哎，少爷，他这使的什么鬼？这个叫做御武，使用者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就不断的将气通过秘法的方式喂养给同一个物品，最后他们就能操纵这个物品，使其成为武器。当然了，异命者也可以操纵物品，只不过其精度远不及御武，而且十分的消耗气。如果说异命者是在用很多的力气搬动一个物品的话，那御武者就相当是动动手指这么简单。在古代，有时御武者被一般人看到了能力，便会以讹传讹，他们也就有了一个别名——剑仙。小丫头，你真够缠人的，能跟我贾正宇坚持到现在，我还真是不舍得废了你。大叔，你也是够凶的。我也好久没遇到能让我头疼的对手了。只是头疼吗？说的好像你有啥手段对付我一样。也不是啥子手段。我来找张楚兰，柳岩那个家伙一定要让我穿上这个，说穿上屁股翘啥的。我也不懂，不过张楚兰既然喜欢，我就不想脱下来。不过大叔，你太凶了，穿上它我赢不了的。你的金光就已经散掉了，接下来没有护体金光，你可挨不住我的拳。有什么好笑的？脑袋被揍傻了？冯小姐，打来打去的，咱们也累，也浪费时间，不如我们打个赌。打赌？赌什么？啊！就赌我能破掉你那个神出鬼没的拳头。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放我走；如果我输了，我就加入你们天下会。你能破解我的百步拳，我答应你。我你输了。你不讲武德啊？还没说开始呢。我去，打到他牙齿了。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我倒看看你怎么破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知道我拳头的位置？这次看你怎么破。凤小姐，你输了。为什么？自己慢慢想啊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
你不会是要反悔吧？我封杀宴说过的话从来不会反悔。你要走就走。不过我问你，我只见过雷法能防御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雷法还能预测的。你说这个啊，我管它叫小白虫，是我学会雷法之后自己发明的。终于知道我父亲为什么让我拉拢你了。行，你等着，等下次再跟你交手，我一定破解你这招。你看看你现在，自从你决定放我走之后，你整个人都轻松了。其实你一点都不想跟我交往。啊，你这家伙，一开始就是故意激怒我是吧？对了，再问你个问题：如果不是因为你父亲，你会在乎我去留吗？我干嘛要在乎？只是不想让你在我面前这么逍遥自在地走开罢了。那你也拦不住我。其实啊，我就想找个再火的人，跟父母没关系，跟他背后的金钱权利也没关系，只要他在乎，那就够了。大叔，你是不晓得这玩意儿有多恐怖。要我习惯穿到它打架，估计要练好几年哦。我在天下会的第一战，难道就要丢人现眼吗？打了这么久，这丫头都不知道累吗？早知道就不替风正浩出这个头了。没劲，不打了，跟等一下打个球啊。我只是要找张楚岚，能让我过去吗？服软了，老天保佑，这个面子还是让我保住了。能撑到现在，我还真是起了爱才之心。当着天下会会长面子，一定要这么做。作为对你的奖励吧，求我会考虑放你过去的。求求你了，放我过去吗？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求人不知道礼数吗？给我跪下！跪下了，可以走了。我是让你跪下，不是让我跪下。你娃儿烦不烦？对了，咱俩商量个事儿呗。说，你按的不错，咱俩加个微信，我给你推荐2个客户。去死吧你！高跟鞋果然是恐怖至极的玩意。到了。宝儿姐，做错了吧？就是这儿。响应一下艺人演武大会，你还差很远。这儿又偏僻又安静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住在这儿，由我负责训练你。训练不是度假吗？宝儿姐，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下车。我刚说你可能没理解，这1个月的时间你归我了。宝儿姐，不是我不想训练，上次你也看到了，就算那个小师叔再怎么厉害，我全力以赴还是跟他斗了个旗鼓相当，惜败而已。旗鼓相当？那个道士只用了3成功力，他在试你。真的假的？那假
样的话，那就更不用练了。反正我再怎么练也打不赢他。走吧。你不是说想知道你爷爷的真相吗？就算你对天师之位不感兴趣，你也能利用这次机会往上爬，这样你才有机会接触到那个掌握真相的人，99代天师张之维。别墨迹。第一个训练，打扫卫生。这张楚岚啊，虽然说也会金光咒和雷法，但是根本就不是我小师叔的对手。凌月，你是怎么跟张楚岚对的招啊？你明天下山往尉迟找一个人，你试试，看他够不够资格。什么资格？继承天师都的资格。你这打架打赢了，你愁眉苦脸的干什么？云雨，回山几天了，怎么来见我？师傅，一人演武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也得抓紧练功，不给咱们龙虎山丢脸。那我也不绕圈子了。你觉得张楚岚怎么样？他的功夫稀疏平常，不过金光咒跟雷法，确实是源自我们龙虎山的。那你觉得他人品如何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总觉得他有一些油滑，我不喜欢他。人活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讨人喜欢。你也一样。你打我干嘛？气沉丹田，气要上行，你搞反了，再来。哎，你再让我生气了！运气是基本功，你连运气都不会，怎么跟其他艺人打？再来。我还没开始你就打我，还没开始就错了，运气的姿势都错了。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你这种废物了。马儿姐，别动。别说话。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当你忍不住的时候，不谈自己，那不谈到什么时候觉得不好，你就要忍，还是忍。楚岚，爷爷老了，不知道还能陪你走多少年，以后就是你一个人。起来练功。风宝宝，你有没有人性啊？我都晕倒了，你还要我练功？你那个不是晕倒，刚才我传了一个功法给你，方法已经印在你脑袋里，剩下的就是按照方法多加练习了。真的，好像脑袋里突然多出了很多新奇的方法。你的金光咒和雷法虽然都是不错的功法，但是短短1个月的时间没法让你的实力飞跃。试试我这个。你这个功法叫什么？我自己管它叫老农功。老农功，这么奇怪的名字。风宝宝，你干嘛？干嘛？去冲凉啊！我还在这里呢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害羞啊？害羞？确实，好像其他人也说过这样做也害羞。比起这个，你该练功了，快！
像啊，夏天的傍晚，雨水的头发，日落后见到是自然自然歌，唱起来，唱起来，温暖温暖不离快去练功。每次伤心的时候，翅膀就再起一遍。看什么？赶紧练！你的气走偏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为什么你的气老是走偏？几次都是这样，苏总是不由自主的往下流。你穿成这样，我的气不走偏才怪哎。哦，也是，那我去换身衣服。而且养喂猪啊！我会啊，我要养鱼、吃黄豆、跟麻子，这些我都会。宝儿姐，你这么能干，小时候经历过什么呀？你要不告诉我呗？我没有经历过啥子，以前的事我都忘了。别那么小气啊！这样，我拿我小时候的事情跟你分享一下。我随便跟你说个事儿，小时候啊，有几个大我几岁的男孩想欺负我。那个时候我又不能用力的，怎么办？我就气场全开，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在我气场全开的时候，连院子里的知了都不叫了，应该也是被我的气场所震慑住了。后来还发生了啥子吗？当然有了，后来那次更好玩。偏了又偏了，还是偏。这几天我已经穿好衣服了，可你还是会受到影响。而且，我是真的做不到。运气的时候心要静，你的心思太杂了。每次运气快要成功的时候，你的注意力总是会分散，始终差着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静治沙的存在原本是为了让你保持专注，但现在反而成了你的阻碍。青人这个男生真是麻烦。我也不想这样，这难道怪我吗？静治沙不是你的错，但被静治沙影响就是你的错。这个问题需要解决，是你自己动手，还是我来？宝儿姐，我可以的，你相信我一次。在这儿等我。宝儿姐，什么情况？你过生日？嗨，宝儿姐，嗨，宝儿姐，太可爱了吧 This is 小萌、甜甜、晶晶、涵涵、Lisa. We were all friends of Xu Si and came especially to our party. You guys get to know each other. 还真挺帅的。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张楚岚。最大的缺点呢，就是母胎单身至今，感情白痴。各位主动一点，优质纯情小帅哥，先到先得。那既然是派对，我还是按照正常流程先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怎么样？我叫……还介绍什么呀？你所有的信息啊，我们都知道。来嘛，来，快坐下，坐这边。听说你在海外上学对吧？你读的是贵族学校。贵族学校。听说你打高尔夫特别好，能不能带我去你的私人高尔夫球场看看呀？高尔夫？你跟他们说了什么？自己把握好机会，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来嘛，喝喝。
哎，好有相机耶！我也想摸啊！来，摸了吧？还有相机！够了，来，我帮你脱衣服。哎，不热，不好了。我帮你。冯宝宝，把我当什么了？你是个脑残，瞧你长了一脸倒霉相，你到底是有多傻才会相信自己这样的货色会有姑娘投怀送抱？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你这种废物了。滚！脾气这么大，谁呀你？就是，要不是你姐求着我们来，我们才不稀罕来呢。就这破房子，还装什么富二代呀？呸！呸！窝囊废，没人要的废物。原来在你们眼里不就是这样的？把我包装成这样，但其实，在你眼里，我还是个没有人喜欢的废物，对吧？破掉净纸杀，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冯爸爸，这场主仆游戏结束了。你说什么？之前我爷爷一直让我隐忍自己，那是因为他不想让我踏进艺人的圈子，所以我才听我爷爷的，隐忍了这么多。现在我已经暴露了，隐忍也没有意义了。而且我发现，我越当孙子，你们就真把我当孙子。回来，你晓得继续往前走，你会有啥子下场吗？我知道，冯宝宝，我打不赢你。我也知道，我继续下去，我可能连命都会留在这里。但如果我不继续下去的话，我的尊严就丢在这里了。我觉得这比要我命更可怕。回来！回来！回来！我叫你回来！日出日落，现在为了。你现在已经身处在全世界最顶尖的科研机构，你所看到的这些人，都是我们最优秀的科研人员。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，我们还要秘密地从国外进口一些高新仪器。经过这些年的开发研究，这些设备我们已经全部都可以自主生产了。以前我们是向国外取经，经过这些年的努力，有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向我们学习了。我们基于我们的民族文化，在这条高新之路上，已经走到了全世界的前沿。我
可是哪都通不是个快递公司吗？你说的没错，送快递只是我们的副业，你现在看到的才是真正的哪儿都通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哪儿都通路北大区负责人徐翔。全性这样对普通人世界进行破坏，我们哪儿都通是绝对不会姑息纵容的。对于逃跑的全性之徒，我们已经发布了抓捕令。你们哪都通究竟在研究什么呀？公司研究的课题很多，宇宙、时空、能量、生命，但最核心的只有一项，那就是艺人的起源。艺人的起源？楚岚，你也是个艺人。您可别乱说，我跟你们可不一样。不只是你，你爷爷也是艺人，艺人也是人，也没有三头六臂。你见过没有认出来的艺人，远比你以为的要多。而我们判断一个艺人的标准，就是看他能否使用一般人无法调度的一种能量。这种能量，古代人管它叫做气。这种特殊的能量可以转化为超越常人的能力，也就是异能。我们研究的就是气的起源。那你们找到答案了吗？你听说过暗物质吗？宇宙分显宇宙和暗宇宙两个部分组成。我们所处的显宇宙只占整个宇宙部分的15%，而剩下的85%的暗宇宙，则是由暗物质组成。暗物质是人类现阶段科研还未曾了解的宇宙能量。但是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，在显宇宙和暗宇宙之间，存在着能量形式的物质交流。这种能量就是暗能量，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里，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，就是气。您不认识我，我也不了解你，你就把这么多秘密告诉我，不怕我传出去啊？你是想把我关在这个地方一辈子？张楚岚，我代表哪都通，正式邀请你加入公司。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我下午还有课，先走了。哦，您放心，道上的规矩我都懂，我在这里看到的、听到的，一个字都不会往泄露。张楚岚，我认识你爷爷。老爷子，你的第一代身份证啊，该换了。孙主任，啥第一代、第二代呀，不都是一样用吗？再说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你说，别新证没下来，我人先下去了。来，今天来啊，还是有件事跟你商量啊。你看楚岚呢，年龄还小，父母呢又不在了，您老也这么大年龄了，咱县里有个寄宿学校，要不要把楚岚送到那里？也有老师帮忙照顾，包吃包住，不光有老师教文化呀，还有一帮小伙伴陪他玩呢。您说行不行啊？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子，只要我活这一天，我就不会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。谢谢。哎，老爷子，我刚才看身份证，你都快90了吧？你说万一哪一天你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这楚岚也没人照顾。呸！我身体硬朗得很呢，你瞧瞧。我说主任，别看你年轻，咱俩打一架试试，你不一定打得赢我。我肯定打不过你。哇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来。川，
爷爷刚才教你怎么生火做饭，都学会了吧？啊，学会了。好。爷爷啊，有点事儿啊，要出门，提前呢把3个肘子给你做好了，你每天呢拿出来热一个来吃，啊。嗯。啊，另外爷爷跟你说，有2件事很重要，你记得了吗？第一件是不能顺势使用武功，第2件是保命的时候可以用。好，可一定要记住了。嗯。吃吧。嗯。那爷爷，您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等你把3个肘子吃完了，爷爷就回来了，啊。最后一只肘子也吃完了。爷爷今天几点回来啊？爷爷，爷爷您回来了！爷爷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您醒醒！爷爷，您醒醒！爷爷，老太婆跪下！爷爷，哎呀，爷爷，爷爷，我求你了，您醒醒吧！爷爷。既然您跟我爷爷认识，那您能不能告诉我，我爷爷是怎么死的？这个事情呢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。不过可以告诉你，你爷爷的本事是啷个来的。一整夜喧闹着，无聊和乏味，猜不透的是你温柔和缠绵，想象着你离开的世界，我离开的世界，一整夜。小师叔，小师叔，师爷叫您过去。朋友们，最近开始剪枝了啊！各位的剪刀都准备好了吧？用一把快的修枝剪，粗枝细枝，慢慢剪。这剪枝啊，就像剪头发一样，稍微一不注意啊，
手一抖，哎，就完了。云玉拜见师傅。名录都查过了吗？查过了。这次是咱们龙虎山2000年的庆典，这些老家伙又都是龙虎山的旧人，无论如何都得把他们请过来。您给我的那份名录是80年前的，有很多前辈都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他们的家属也没有兴趣前来。不过，有2名在世的前辈已经答应弟子，无论如何都会前来观礼的。师傅，这一份名录上面有一个被划掉的名字，弟子怎么查也没有查到，应该是龙虎山的前辈之一，张怀义。师傅，您认识这个人吗？既然名字已经划掉了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有早课，我去了。黑不黑呀？也不开灯。小灯，开灯。龙爷，方爷，吃饭了。红爷，来啦！哎，来了。任王爷啊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红爷，你有过那种还没起念头，却一下就被拽进内井的时候吗？被动进去的？那你的内井都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一辆甲申年的火车。上面还有一个我从来没见过、满脸是血的年轻人。甲申年，甲申之乱，甲申之乱，甲申之乱又来了！你怎么了？滚！无言，哇！哇！嘿，可真快呀！柳妍妍是吧？湘西柳家的唯一传人，傀儡术闻名天下。几个月前，你老爸找到我们，说你离家出走了，让我们帮忙找人。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，你竟然加入了全兴。关你屁事！我对他们了解是不多，我对你们了解倒是不少啊。打着快递公司的幌子，专门找艺人的麻烦。我看见你们这副嚣张的样子，就觉得不爽。你叫徐四是吧？等我出去了，我一定投诉你。你搞清楚，现在是我在问你话。告诉我全兴这次的行动目的，我就放你走。我不告诉你，又能把我怎么样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你问你的，让他听就是了。你好歹也是湘西柳家的后裔，全兴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这么去维护他们？湘西柳家怎么了？我们的傀儡术早就应该消失在这世上了，就为了什么狗屁传承，非要我继承下来。从小到大，我唯一的朋友就是傀儡，除了家里人，我就没接触过别的活人。他们说，傀儡术未成之前，不许我接触普通人。好啊，所以我15岁之前，我一次门都没有出过。可等我彻底学会傀儡术之后，他们又让我像个普通人一样，让我老老实实的过日子，不许我使用能力，不许我控制傀儡。
那我这15年来到底在干嘛？我去质问他们，他们说这是为我好。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那我和被控制的傀儡有什么区别？艺人使用异能有什么不对？你问我全息哪里好？他们没什么好，就是让我觉得自在而已。丫头，你想要自由自在是吧？那不要规矩的后果，你做好承担的准备了吗？能够承担异能带来的责任和力量，这才是艺人该有的规矩。规矩也好，原则也好，不都是你们定的吗？把权性说的跟过街老鼠一样，我看你们才是真正的地痞流氓。抓你是在救你，权性没有规矩，也不讲原则，那其他艺人对待权性自然也就不再讲原则了。权性的仇人不计其数，一旦权性的门人落入任何人手里，任凭怎么惩治，都不会引起他人的非议。小子，你干嘛？刘媛媛，你说你不喜欢家人管教，觉得像受控制的傀儡一样，所以才离开了家。我10岁那年就没家人了。我一个人生活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对墙说1天的话。可我张楚岚都没觉得惨，你惨什么呀？我就想平平淡淡过完这辈子，哪怕是混吃等死。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被你给搅黄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你偷了我爷爷尸体，我本来可以平凡的过完这辈子。告诉我，全心要我爷爷尸体干嘛？是记忆。他们想要的是张心凌的记忆。10几年前，一大批艺人界的顶尖高手在四姑娘山和1名艺人对峙，结果10几名高手全部死亡，而对方仅仅是受了重伤。那些高手中有唐门这样的名门正派，也有几名是全信的。从此，全信就一直在打听那个艺人的下落，但他们不是想要复仇，而是对那个人的力量感兴趣。当时死亡的全信高手在临终前说出了那个力量的名字：气体源流。而那个杀掉10几名高手的艺人，就是你的爷爷张西林。徐主任，我们找到张西林的棺材了。打开。瓜果皮再干也是湿垃圾，湿巾再湿也是干垃圾。我们用的东西是垃圾。张西林的尸体我们已经用完了。有件事情特别困扰我，张楚岚，你说你爷爷现在属于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呢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楚岚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一定要抗住，不丧气，要忍，忍，还是忍。